你会追突破嘛？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是的。对嘛？我不知道香港流不流行这个哦。我们在台湾啊，很流行去练习判断什么是真的突破，什么是假的突破。香港也会吗？也有，但是不是特别流行嘛。嗯，10次突破可能有9次都是假的，你有没有这样觉得？嗯，有啊，有，也证明了一也有。件事情，大部分的时候技术分析是虚无缥缈，不要因为这种东西害怕，不需要，这是第一个。那我的名单，我在做基本面，我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，就是要在技术分析虚无缥缈的时候，还可以保持我的理性。你香港交易所像现在，你敢买吗？我对他这么有信心，你们当地人对他有信心吗？也有的，应该很多，但是我想也不是最热炒的那一种吧。嗯，可能是那些比较中年的人长期拿着的。对对对，是从以前就这样子，还是最近开始这样子？应该是以前就是这样子的。对，就以就是前就这样。它是蓝筹嘛，那种最大的几只股票之一吧。OK 然后 OK 它有历史，每年都会派钱这样，就 OK 他 OK。们很喜欢的那种。所以在当地，大家对这个香港交易所是一个，就算涨不多都没关系，反正会发钱。对，哦，是这样。好，他们那我理解他了。们是这样的。那我跟你说，以前如果大家是这样看这张股票，我最近对它的看法是不一样的。它既会涨，又会配钱，对我来讲。那这种股票很可怕的是什么？有这些大资金长辈的支持，他们一定不看技术面，对不对？他们不看技术面的。对，他们也不就有钱太在乎消拿就可以。息面的。这些长辈一定有一个特色，就算当时那个香港有一些政治问题的时候，我猜他们也没有卖这些股票，搞不好也不卖对，的，他们就是有实力嘛，他们也不太他们就怕这样的。不管了。所以我对。先认同，我先认同一件事情哈，香港交易所本身哦，就我的大局观来讲，它是很有实力的人喜欢的标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热钱如果真的往香港去，其他国家有实力的人如果都认同这件事情的话，香港交易所的涨幅就不会只有以前那样喽。这个是一个很强的股票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是。有讨论了它的大局观啊，它的涨幅啊。我想考考你了，好不好？我可以考你一下吗？你现在只有哔哩哔哩嘛？是。因为我觉得它的线型长得跟香港交易所，我不敢说是100%一样，但最近长得好像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都是强势的那一种了。然后下来一下就上去了。你是的。你的成本几块啊？我看一下啊，你成本几块，你记得吗？120吧，大概是。120块，所以你刚买吗？我买过几次，其实可能1月头的时候大概110几或者120吧。110几就买了，那涨到140，前几天跌到115，有没有觉得很烦？有，其实我也走掉了那一天。啊，你卖掉了啊？对，但是我打算也可能再看一下，又再买回来这样。你说早上，今天还是明天？今天吧，应该。哦，今天你又买回来，可能吧。那如果又跌个我20%要卖吗？哎，我没有给你意见哦，不要对不对？你啊。想一下啊，不要，为什么不要？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，在那个我一开始买进的那个理由很快就忘记了。那个阿正，嗯，我们以后不做这个事情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以后不做这个事情。好的。所以你应该很看好它吧？你看好它的理由是什么？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对，因为我一开始看到它是因为今年会来香港上市嘛，然后有一点那个热度，买进的理由是这样的，但是我就很容易被影响到。OK，所以其实你买的公司常常是超级大的公司，其实你是应该很有大局观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懂得关注大公司的时候，你就会去知道这些大公司的动作，所以你去看这些细节的时候，哔哩哔哩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它的好坏在哪里。其实你是有大局观的，很可惜。但是有了大局观，你不要因为你的利润卖掉这个股票，以后我们不做这个事情，我们做错的事情，我们下次不要做。那我们在股市其实不容易判断对或错，我给你2个判断依据。第一，因为对或错涨跌，我们是事后才知道的，我也不会当下就知道的。所以你只要在知道谨记一件事情，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你卖掉这个股票的时候，是不是因为觉得现在别的股票更会涨，所以你卖掉去换？第二个，很多时候都会。检查别的股票更会涨的周期是不是半年或1年以上，它是一个长的趋势。如果它的趋势没有那么长，你换过去，它可能涨10%又回来了，
我自己做功课的名单，我买的股票都一定要有很长的趋势。你看我换那个 BTBT，换 RIOT，我这样子换，你看我做的很短，心痒痒，对不对？先不要学我，不要学我。第二个，他们都是大长线我看好的股票。你有没有发现我换来换去都是那一批股票？你看到的不会是我比特币买一买换成半导体，半导体买一买换成银行股，银行股买一买换成什么？我不会这样换股，对不对？我是换同一个标的。哦，包括我现在买的铜矿也是啊，趋势很长。这第一个换不换股的逻辑是在这里，不是因为现在跌，所以我技术分析觉得现在很危险，所以我卖掉。不是现在会涨还是会跌，没有这种技术分析。如果有就太好了，问题没有。哦，这是第一件事情，所以你不要被技术分析吓死了，没有那种东西。第二个，我想问你怎么操作，是因为我想要你去回忆一下，你会不会因为那个钱啊少了不舒服，所以卖掉？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这样子的。好，那我给你第二个建议好不好？我分享的所有名单，连我自己我都不会在第一时间把全部的钱放进去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是的。我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一定有一个感觉，因为你的钱很少，所以你想要一次进去赚的话会赚比较多。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这样想，可是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如果能够赚1倍，100万赚到200万，1亿赚到2亿，20万赚到40万，都很厉害了。如果你的念头有一个，我这样换股可以很快的从20万很快赚到100万，赚5倍、10倍，这个念头要打掉，没有这么简单。我们先面对这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除非你是有特别厉害的地方，所以我不建议这样做。可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你现在本金不够，本金不够的人需要比别人更多的耐心跟勇气。我跟你分享有钱人他做股票不用策略，因为他已经有钱。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持有香港房地产的或是什么的，他就是一直买，他有实力，他们可以分100批进场，他多赚少赚，他永远在那里，所以他的策略很简单，他稳赢的，对吧？因为这个路上勇气很重要。我分享我做功课逻辑，我希望把逻辑跟你讲，我希望把勇气分享给你，是这样子。我不是要你去学我一直换，好像操作很厉害，那是我换的运气好。当然我有一点经验，可是你们看到直播换完就赚，运气好。今天美股是大多头，我本来就有一定的功力了，我换完本来就要涨，这是应该的。但是如果今天美股、港股没有那么顺利的时候，我就会停止这样操作。你有发现我最近停下来，没有像一开始那么夸张嘛，我稳下来了嘛，对不对？之后了，那稳下来之后，你有发现我选的股票，也很稳定的上涨，我很舒服啊。好，那你不一定要学我，我的那个名单啊，不是要你一气致富，也不是要你好像赚快钱，慢慢来，赚1倍很棒，赚1倍很棒。我自己平常在分享的名单是哪几种股票，你知道吗？有印象吗？对，有。例如呢？例如铜矿 FCX TDOC 啊。它是哪一种股票？有没有什么分类？就是铜矿一种吧，然后 MSCL 是比特币的区块链的，然后我跟你讲我的分类怎么分好不好？彼得林区有2个分类，转机股跟快速成长股。就这2个，我就遵循这2个。当年的未来汽车是转机股，现在的未来汽车是快速成长股。我在直播里对他们的判断跟要求都会不一样。我对以前的未来汽车的做法跟现在的也不一样。我可能买进 CCL， 它现在是转机股，等它变成快速成长股，我的判断方法又不一样。我要说的是，我会专注在这些地方去做研究。我也建议大家也是做这样的事情，因为这几种股票是很好判断的，应该是说钱会往哪里去，这个是最基本的概念，一定要把握。听得懂。还有没有什么最后想问的？我们把它一次解决。我感觉你好像都没有完全不再怕短期的东西了，这要达到这个状态，是不是就是完全专注在大局观里面？你一定要100%说服自己一件事情，至少在短线上，大部分都是错的。
所以你短期看到涨，除非你很有把握的技术分析，你去追，不然短期的涨不重要，因为他们都是错的。短期的跌也不重要，因为他们也是错的，这个很重要。或者是换另外一个角度，你还要再克服一个心魔，技术分析不可能可以预测未来，不可能，没有一个分析可以预测未来，技术分析更是不可能。当你看到突破的时候，是因为股价上涨所以才突破，不是因为突破完这个公司才变好。很简单的道理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，只是因为你害怕，但我叫你不要害怕。好，想通了这点，我们再回到我分享的那些做功课名单跟我的理念。大局观既然是看半年、2年、3年这么久，我只需要在这么长的时间找到技术分析可以出手的机会，进去狠狠的买。那技术分析没有买点的时候，我可以买一点点，因为它上涨了嘛。如果你买一点点就上涨，你觉得你好可惜哦，赚太少了。我的很多我们看直播都说啊，老师我只买一点，你只买一点点，它涨很快，你还是赚啊，你还是赚很多钱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赚到钱就很好了。第二个，一起培养那个大局观，然后小资金真的不要急哦，不要急，涨一倍、涨2倍是命。我觉得大资金的人他赔得起钱，小资金的人赔不起钱。我自己是也有其他资金的，我想的方法是再丢过来这样的。大概你现在多少比例还在外面？你说你有20万台币在股市，那其他还有多少钱方便透露吗？大概3到4倍吧，可能。OK， 那很棒，很棒。那你更不要急，因为你其实是非常的悠悠哉哉的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小小的获利对你来说根本不痛不痒，赔也赔不多嘛，对不对？这比小型资金的人好一点点。我觉得你优势越来越大，而且你经过前面这一段，我很希望今天访谈结束后，我建议我觉得可以，你可以再放1/2再放进来。放进来不是马上买股票哦，放进来等时候买股票。等时候。好，不要做短线。如果你觉得会涨，麻烦你40万买4万就好了，30万买3万就好。如果你真的觉得会涨，跟你之前的感觉一样，你买10%，涨上去了，少赚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当做练习，回档很多的时候，狠狠买，一次买3成，试试看吧。好，香港股市是我目前为止最期待的一个战场，我觉得你的机会很好。我也相信。对啊，OK， 希望你以后多跟我们分享香港在地的一些看法，好吗？好的。希望今天有帮助，我们就到这边好吗 ？OK， 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哦，加油，拜拜。好，谢谢老师。